从没见过这么坚强的女人。由于爱家暴的丈夫发酒疯，把妻子和孩子都赶出了家门，受不了如此伤害侮辱的女人，独自带着2个孩子，在野外开始了坚强的生活。新的一天又开始了，这几天雨季的到来使得温度骤降，昨天还是短袖的季节，今天已经需要外套了。还好昨天就搭建出了石头小路，院子里再也不会泥泞不堪了。孩子2个人照常的出去上着幼儿园。今天的珍妮打算给孩子2人打造个学习的书桌，毕竟读书才能改变命运，以后才不会过上她现在的困难生活。为了孩子，珍妮真的是操碎了心，一刻都不敢停歇下来。孩子2人没有良好的生活环境，珍妮就努力的去创造环境，再苦不能苦孩子，再穷不能穷教育。只要孩子2个人健康快乐的成长起来，一切的辛苦付出就都是值得的。相信有了这个书桌的帮助，孩子2个人就再也不要辛苦地趴在床上学习而影响到视力了。由于之前搭建新家地面的时候，珍妮没有考虑到地面的稳固性，导致现在的地面异常的不平稳。她打算给地面进行加固处理，来确保孩子2个人的安全问题。将片出来的竹片横加在地面上，随后用铁丝以及钉子进行固定。经过这样子的处理，家里的地面再也不会摇摇晃晃了。考虑到以后生活变好了，会买很多的菜，珍妮打算编织个置物架出来，到时候买来的菜就可以放置在上面，这样就不会吸引到蚂蚁的光顾了。还是按照正反交汇的办法编织就好。珍妮真的是又细心又能干，就是当初瞎了眼找了个家暴男，好在这一切也都已经过去了，以后的生活再也不用提心吊胆了。忙活的时候时间总是过得很快，不知不觉已经到了孩子放学的时间。小儿子真的是太懂事太有爱了，回来的第一时间总是给母亲一个拥抱。对于母亲打造出来的学习桌，兄弟2人别提有多喜欢了，止不住的手舞足蹈起来。2人陪着母亲编织好置物架，随后固定在厨房的天花上。经过了珍妮这段时间的辛苦付出，新家的配置也越来越完善起来了，孩子2个人成长的生活环境也在慢慢提高着。第2天一早，大儿子一个人自己去上学去了，小儿子因为老师的原因放假了1天，所以就没有去上学，在家里陪着珍妮。考虑到院子里下雨容易积水的问题，珍妮打算挖掘一条排水沟，将雨水往河里引去，从而解决积水的问题。这样就算以后下再大的雨，院子里也不会因为雨水排不出去而造成长时间的潮湿了。刚好从地上挖掘出来的泥土还能对卧室那边的地面进行平整，这样院子不仅美观平整不少，孩子走路也不会容易摔倒。随后珍妮整理了前几天搭建新家剩下来的一些竹子，以及一些搭建时遗留下来的废料。别看小儿子圆圆年纪还很小，但是干起活来一点也不迷糊，实在是太懂事太可爱了，真令人讨喜。忙活了一段时间，院子里总算是干净了，你别说，看起来确实美观了不少。趁着干活的这股势头还在，珍妮马不停蹄的就对着新家的周围打扫了起来。由于是居住在人烟稀少的野外，新家附近都是一些杂草和灌木丛，这样的环境里容易隐藏着辣条，要是孩子2个人在玩耍的时候被咬上一口，就真的得不偿失了。而且周围干净整洁的卫生环境也会让孩子2个人生活得更加舒适。珍妮作为孩子2人的母亲，细心的呵护孩子的健康成长，也是一项很重要的人生环节，就算再辛苦都要咬牙坚持下去。就是可怜了2个孩子，由于这段时间都在升级着新家，没有什么收入来源，只能吃些野菜汤去填饱肚子了。隔天的太阳照常的升起，将2个孩子送过河道上幼儿园。随后珍妮喂养完家禽，就背上竹篓出门去了。她有个计划，就是把回家的这条小路种植上绿植，来美化一下新家的环境。在辛苦的找寻了一段时间后，发现这里生长着许多的芭蕉树，芭蕉树应该是个不错的选择，将它种植在小路边上，不仅能美化环境，到时候长大结果了，也能收集到镇子上去贩卖，来换取微弱的收入补贴家用。想到这里，珍妮的动力满满，挖掘起芭蕉树的幼苗更加的卖力了。只要自己不断的努力，就会让生活过得越来越好。由于树幼苗都太大太重了，背不回去的珍妮只能把上节去除，只留下边的幼苗心回去种植。又背又扛的珍妮往家里走去。回家的路途虽然很遥远，但是坚持走下去也总会到达。虽然现在的生活很艰苦，
但是只要坚持下去，总会慢慢好起来。将小路边上的草丛清理干净后，珍妮丈量起种植的距离，随后就开始挖掘起了种植的坑洞。最近刚好是雨水茂盛的时候，这段时间种植下去，成活率也会提高不少。虽然都是一些很普通的芭蕉树，但是随着种植下去的，也是珍妮对于以后生活的希望。希望它们能尽快的茁壮成长起来，帮助着美化新家的环境和带来微薄的收入。孩子现在正是最天真无邪的年纪，两个人看着新家一天一个大变样，心里面别提有多高兴了，蹦蹦跳跳的就向着母亲跑去，给她一个爱的大抱抱。早上太阳照常的升起，又开启了新的一天。这段时间辛苦搭建出来的新家，珍妮和两个孩子使用起来十分的舒适，有着独立的厨房、餐厅和舒适的新卧室，洗漱用水区域也早早的打造了出来，基本上把生活所需的功能设施都配置齐全了。珍妮真的太厉害，太不容易了，辛苦喂养了这么久的假期，也终于快到了可以贩卖的日子。安顿好孩子，两个人乖乖的待在家学习，珍妮就背上竹篓出发去劳作了。由于这段时间一直都在忙着升级新家，已经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没有收入了，孩子两个人只能被迫的跟着他，吃着没营养的野菜汤来解决温饱问题。现在的他迫切的需要收入，来改善家里目前窘迫的情况。辛苦的找寻了一段时间之后，珍妮看到了一户人家的青枣成熟了，她看到了商机。由于最近正是农活繁忙的季节，这户人家也没多少时间去镇子上贩卖。经过一段时间的沟通后，终于同意珍妮以低一点的价格收购一竹篓，拿去镇子上贩卖，赚取中间的一点差价。看来今天的幸运女神是眷顾珍妮的，这次赚钱的机会十分的难得，毕竟也不是每个人都这么的好心。珍妮生怕对方会反悔刚刚的决定，采集起青枣来也不由得加快了速度。不管是爬树还是下水，珍妮都义无反顾，一切都只为了孩子两人能过上好的生活。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辛苦采集，也到了约定好的一竹篓的数量。没办法，就算是想采集的再多，自己也没多大的力气能背去镇子上贩卖了。心满意足的珍妮背着沉重的竹篓，径直的往家的方向走去。一想到能有收入维持生计，心里都美滋滋了不少。简短的休整了一下之后，一家三口相互鼓励着往遥远的镇子上赶去。找到一处人流量还算可以的路段，就摆起了今天的摊位来。由于青枣大小不一，卖相不是很好，所以珍妮还是使用之前的老办法去贩卖，把商品的价格压低，这样才有市场。当务之急是要把青枣转换成钱才是硬道理，如果价格高了，卖不卖得出去还都是两说。这种方法是简单粗暴并且有效的，前来购买的客人络绎不绝，反响很不错。经过一段长时间的贩卖，终于是把青枣一扫而空了。有了收入的珍妮脸上止不住的笑容。目前两个孩子都在长身体阶段，购买了一点牛奶给两个孩子补补营养，零食也买一点来解解孩子的嘴馋。两个人的头发已经很长很长了，珍妮现在才有钱带他们去修剪一下头发。生活真的好不容易，今天赚到的钱基本上也花得差不多了，希望往后的日子会越来越顺利吧。第二天一大早，珍妮就在忙活砍着竹子。昨晚经过了一晚上剧烈的思想斗争，她决定还是把几只长大的鸭子贩卖了。越来越大，需要喂养的东西也越多。现在家里窘迫的生活，珍妮也无力去承担那么多喂养的食物了。尽管心里还想鸭子能多孵化一些蛋，但是当所有的生活压力都压在一个人身上的时候，那种无力感让人一点办法都没有。不过这也是一件令人开心的事情，贩卖出去，家庭这段时间的开销问题就解决了。一想到能赚到钱，珍妮也是一点不含糊，嘴巴都快咧到后脑勺去了，专门挑又大又肥的抓。一口气就抓了4只。当初艰苦环境下做出买家禽喂养的决定，现在终于到了丰收的季节了，说明自己当初的决定是非常正确的。想着一不做二不休，珍妮还多抓了2只走地鸡，反正都要卖了，干脆多卖一些。一家3口今天去镇子上的脚步是轻快的，都在止不住的嘴角上扬。刚好今天又是当地1月1次的赶集大会，人流量特别的多，整个集市特别的热闹。找个相对人更加密集的地方，珍妮就摆起了摊位来。散养的家禽根本就不愁卖，皮嫩肉紧实，很受当地人的喜爱，而且卖价还异常的高。珍妮的嘴角就没有合拢起来过，不一会儿的功夫就全部一扫而空了。
自从被无情的家暴男赶出家门以来，家里的日子从来都没有这么舒坦过。今天可谓是真正意义上的大丰收，有了钱的珍妮腰杆子也直了起来，给儿子两人都买了一双新鞋，新衣服必须也要安排上。当初就是为了让孩子过上好的生活，才购买的家禽回来喂养。孩子两个人已经很久没玩过玩具了，珍妮早早的就都看在了心里。现在有钱了，自然也不会吝啬，带着两个孩子各种的吃吃喝喝。珍妮心里真的太高兴了，只要孩子两个人能开开心心的就好。现在的场景在她的心里想象了很久，终于有机会实现了。心满意足的母子三人这才往家里走去。今天可谓是满载而归，真的太好了，日子慢慢的好起来了。只要坚持不放弃，一切想要的都会有的。今天又是阳光明媚的一天，给孩子两个人安顿好，吃完早餐，珍妮就护送着孩子过河去上幼儿园了。回到家的珍妮拎着家禽的粮食就往着河边走去。昨天成功贩卖出去的鸭子和走地鸡，让珍妮在心里狠狠地爽了一把。现在喂养起家禽来也更加的勤快了，在她眼里这些都是维持生计的神器。昨天的大丰收让珍妮看到了生活的希望，想到后山的区域空着也是空着，不如开荒出来种点什么东西，到时候又可以贩卖又可以吃，家里困难的情况也能因此改善起来。她现在十分的坚定，只要自己努力付出，以后肯定能带着孩子过上好的生活，说什么也不能苦了两个可怜的孩子。想到这里，珍妮不由得暗地和自己较劲，手上的动作也逐渐的加快了起来。辛苦的繁忙了好多个小时，后山总算是达到可以种植的状态了。顾不上休息的珍妮就背上竹篓外出寻找可以种植的东西了。芭蕉树已经在小路上种过了，就不考虑了。野生的甘蔗貌似是个不错的选择，容易种植不说，还不挑生长的地方。虽然野生的甘蔗卖相不怎么样，但是到时候就算是贩卖不出去，也是可以给孩子两个人补充糖分的。没办法，现在的生活就是这么的艰难，珍妮不得不精打细算的去生活。很快就收集到了满满的一竹筐，忙活到现在还没吃什么东西的珍妮，此刻已经有点力不从心的感觉了。为了身体着想，不得不缓下来一会儿。不知不觉就到了下午孩子放学的时间，回到家的小儿子总是第一时间就给母亲一个爱的拥抱。此刻的珍妮觉得所有的辛苦都是值得的，有了孩子两人，珍妮十分的幸福。一家三口来到后山就种植起了甘蔗来，两个孩子也十分的懂事，没有在一旁玩耍，都在尽力的帮助着辛苦的母亲。这种植下去的何尝不是这一家三口对于以后美好生活的期盼呢？一家人其乐融融的画面太温馨了，希望幸运女神能眷顾一下这可怜的一家三口，让他们能有个好的收场。第二天一早，珍妮从搭建好的新家里醒来。今天的天气并不是很好，一直在下着淅沥沥的小雨。好在搭建的新家防水性很强，这才让他们一家避免了被淋湿的下场。虽然说前几天贩卖的几只家禽让贫困的家里情况有所好转，但是他也不能在家坐吃山空，照常将两个孩子护送过河之后，珍妮也开始外出去劳作赚取生活费了。最近正是当地农活繁忙的季节，他打听到最近有老板在招临时工，打算去碰碰运气，看老板还招不招人。只要有一点点的赚钱机会，他都不会放弃。今天的运气挺不错的，一来到就可以干活了。珍妮真的挺厉害的，不知道他都经历过什么，不仅搭建新家很在行，干起农活来也是一把好手。尽管工作的过程很辛苦，常常需要连续的弯腰好几个小时，而且给的价钱也很低，但是这又有什么办法呢？你不做，有的是人去做，谁叫自己的家里穷呢？一想到家里还有两个嗷嗷待哺的孩子，珍妮心里一点怨言都不敢有。辛苦的忙活了好多个小时，终于是完成了今天的任务了。钱不是万能的，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。今天的收入实在太低了，只够买几瓶小的牛奶给孩子补营养。买完了生活所需要的大米，也是把今天赚的钱都花光了。珍妮不由得感叹着生活的不易，只能心里发誓明天努力多赚些钱了。好在当初移植的野生芭蕉树长势还算不错，期待它们开花结果的一天，就和珍妮的人生一样，以后也能有个好的结果吧。新的一天又开始了，经过了珍妮这一段时间的精心打理，后院菜园子里的蔬菜已经长得很大了，找个好的时机应该就可以贩卖了，到时候家里又是一笔大的收入。现在的日子已经好过太多了，
每天早餐还有鸭子蛋给2个孩子补充营养。多亏了珍妮当初买鸭子回来喂养的决定，才改变了家里目前窘迫的环境。由于现在鸭子繁育的越来越多了，为了能很好的保护好它们的安全，珍妮打算打造个鸭笼专门用来养殖鸭子。毕竟这是她维持家庭开销的心血，也是孩子2个人未来上小学的资本。测量好距离后，珍妮开始挖掘起基坑来。好在之前雨季积压的水已经蒸发完了，导致现在泥地异常的松软，这让珍妮挖掘起来几乎不费什么力气。之前搭建新家剩下的竹子刚好也派上了用场，不用再辛苦的跑去山上砍伐了。就是这个竹子的重量过于的重了，但是为了孩子的以后，珍妮也只能咬牙坚持。家里没有男人的帮助，这一切只能靠自己了。将粗大的竹子依次插入基坑内，来充当鸭棚的主力支撑。按照之前搭建新家的老办法，将竹子横加在主力支撑上，来搭建出整个鸭棚的框架结构。整个搭建的过程虽然很辛苦很累，但是一想到以后鸭子养殖的越来越多，家里的生活环境也会变得越来越好，珍妮就仿佛有着使不完的力气一般。费了9牛2虎之力，总算是搭建完框架了。珍妮这回是下了血本了，重金购买了防护网来搭建墙体，来确保整个鸭棚的空气流通。现在只需将防水布铺设在屋顶的框架上就行。工作的时间总是过得很快，不知不觉孩子2人就已经放学回家了。看着一个人辛苦忙碌的母亲，兄弟2人二话不说也加入了其中，只是为了能帮助母亲减少一些负担，将防护网沿着鸭棚的框架围绕着四周，并用铁丝进行加固，一个简易的鸭棚就搭建好了。这样再也不用担心鸭子受到野兽的伤害了。辛辛苦苦忙碌的一天就这样过去了。第二天一早，珍妮就迫不及待地往鸭棚走去。看来昨天搭建出来的鸭棚效果挺不错的，担心会出什么问题的珍妮这才放下心来。不出她所料，昨晚下的鸭蛋都完好无损地待在地上。看来昨天一整天的辛苦没有白费，将鸭蛋收集到篮子里，今天的心情也美滋滋了不少。孩子2个人终于也能实现鸭蛋自由了。有了今天美好的开端，珍妮信心满满，将之前老破小的鸭棚进行了拆除。这里之前住着鸭子，鸭子的养分导致这块土地异常的肥沃，相信只要把这里开荒出来，随便种点什么东西都能很好的生长起来，到时候就能卖钱来让家里更上一层楼了。珍妮真的是一位很有想法的母亲，从一开始被赶出家门的一无所有，到现在新家也搭建出来了，家禽也越养越多，日子一天一个大变样。这一切的一切完全离不开她所做的决定和想法，真的是太厉害了，不得不让人佩服。可能孩子是她唯一的动力来源吧，为了他们只能咬着牙去拼搏了。大儿子也很懂事，知道母亲的不容易，体会到了母亲的苦难，一直都在默默的付出着。穷人的孩子早当家，一点都没说错。一家3口为了以后更好的生活都在努力着，这更像是大多数人的生活写照。去后山收集好竹子，现在就可以开始种植了。珍妮小心翼翼地呵护着它们，就像在照顾自己的孩子一般。等他们成长起来之后，家里也就能过上更好的日子了。一想到这里，手上的动作都不由得加快了许多。为了防止被家禽破坏，珍妮还在四周都围绕上了护网，这样就再也不用担心什么了，只要自己精心的呵护就好。一家3口憧憬着以后的美好生活，开开心心地往着家里走去。趁着夜幕，珍妮来到鸡笼旁边，现在喂养的走地鸡已经都长大了，到了可以贩卖的程度了。珍妮打算把它们全部抓起来，等明天拿去镇子上进行贩卖。辛辛苦苦地喂养了它们这么久，也是时候给家里带来一些回报了。第二天一早，带着2个孩子做好洗漱，并安顿好2个孩子在家乖乖的学习。他扛着昨天抓到的走地鸡，就向着遥远的镇子上出发了。这次去镇子上的脚步是欢快的，一想到能有收入来维持家里的开销，珍妮的腿也不酸了，腰也不疼了，还是来到熟悉的老地方，就摆起了今天的摊位来。散养的走地鸡在当地根本就不愁卖，由于它常年在山上不停地跑动，鸡肉肉质紧实不说，皮还很 Q 弹，深受当地人的喜爱，不一会儿就已经被一抢而空了。每当有了钱，珍妮的脸上就都挂着止不住的笑容。孩子2人都是在长身体的阶段，平日里跟他过着清汤寡水的生活，现在有了钱了，自然是要给孩子2人补补身体的。现在日子是真的好过很多了，都能吃得上猪肉了，这放在以前想都不敢想。当珍妮还在想着怎么去让家里的生活更好的时候，刚好就让她遇到了准备去镇子上卖猪仔的商户。你别说，猪仔真的是个不错的选择。趁着自己现在手里还有点钱，珍妮当即决定入手2只回去养殖。
等到时候把猪仔养大贩卖了，家里的好日子也就真正的到来了。想到这里，珍妮对以后的生活更加的有盼头了。只是这只小猪差点没把孩子俩人吓一跳。今天的好消息是一个接着一个，后院菜园子种植的蔬菜终于也成熟了。经过了珍妮一直以来的辛苦付出，终于是让家里的生活走上了正轨，真的是太不容易，太棒了，让人不得不佩服如此坚强的珍妮。新的一天又开始了，家里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。经过了这么长时间的养殖，家禽们也都已经孵化出了各自的蛋，来给这个小家带去生活的希望。今天珍妮打算给昨天买回来的猪仔搭建个简单的猪圈出来，毕竟家里的好日子还要靠着他们去改善。现在他们还很小，很容易受到伤害，这使得珍妮不得不很谨慎地对待着他们。好在附近还有着许多的搭建材料，少掉了去山上辛苦砍伐的时间。就是竹子太大了，搬运起来有些困难。珍妮打算依靠着地面延伸出一个平台，这样到时候打扫起猪圈来也方便许多。将粗大的竹子横加在另一根竹子上，并用铁丝加以固定，就完成了猪圈的基础框架。随后将竹子锯出所需要的长度，并平整的横加摆放在基础框架上，就可完成猪圈的地面铺设了。地面的固定方式也很简单，珍妮将竹子开凿出一个洞来，随后将细小的竹子插入洞内即可。这样不仅能将地面固定住，刚好延伸出来的竹子还能搭建墙体。不得不说，这个方法是简单有效的。现在只需要将竹子的两头打通，随后插入到竹子之中，就可以搭建出猪圈的墙体了。珍妮真的太能干了，怪不得能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。两个孩子也很懂事，知道母亲的辛苦，特意端着水来给母亲喝，让母亲能稍微的休息一下。有着孩子的陪伴，再辛苦都感觉不到辛苦了。现在所做的一切也都是为了孩子的以后，为了这个家能过上更好的生活，哪怕再辛苦，珍妮也都无怨无悔。安排上屋顶之后，一个简单的猪圈就算是打造完成了。相信有了他们的帮助，小猪仔也能健健康康的长大，家里的好日子也就有了盼头了。隔天一早起来，打理完家里的一切家务活后，珍妮打算把前几天搭建的鸭棚升级一下。由于前段时间搭建的匆匆忙忙，导致防水布屋面固定的不是很好，随便被风一刮，被雨一淋就遭到破坏了。幸好没有造成什么鸭子的伤亡。这些家禽可都是珍妮的心头肉，都说上山容易下山难，珍妮这又是扛又是拖的，才艰难的把搭建的竹子弄下山。家里没有个男人实在是太不容易了，所有的脏活累活只能靠自己完成。野生的棕榈叶是不错的屋顶搭建材料，用它搭建出来的屋面又硬又坚固，完全不用担心防水性的问题。就是收集的时候不仅要爬上爬下的，叶片上还都长满了倒刺，这让珍妮收集起来浪费了不少的时间。下山也要走好长一段路才能到达鸭棚。每当累了，就拥抱儿子给自己打打气。等收集到足够多的棕榈叶时，天也已经暗了下来。没办法，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，今天先这样子，只能明天再接着搭建了。